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呢，是不是美国感觉好像在到处引战？本来川普不是很标榜自己吗？说他是任内没有发生战争的总统，现在破功了。因为对于这个也门来说的话，川普为了要督军被人家看到说，还这样子手插口袋，然后头戴着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帽亲自来督军这个照片，然后网友在那边酸他，就说：“你不是要承诺结束所有战争吗？结果你还发动了一个新的战争呢。”那美国媒体讲说，看起来这是打完高尔夫就过来这边来看看目前军事行动如何。那胡塞武装组织就说他们在24小时之内2度攻击位于红海的美国航空母舰杜鲁门的战斗群说是要来报复美军之前你们空袭我们多个据点所以现在我们就朝着你的航母来攻击没想到这边就这样子，这个硬生生又爆发了一场这个中东新的战事那美军持续在打击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已经连续2天空袭，造成了53人丧命很多都是这个老弱妇孺还有近100人受伤。那这个青年运动的领袖呢，他就在电视演说当中警告华府说，只要美军持续空袭也门呢，他们就会继续来锁定这个在红海这边的美国船只进行相关的反击。那再来这个川普就讲说，会把胡塞武装组织的每一枪都视为这是来自伊朗的支持，所以要对于德黑兰来追究责任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有点好像这个隔山敲虎就是目标是要针对伊朗，但是先朝也门下手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乌的情况因为BBC 讲说俄罗斯之前调动了大概7万大军，7万大军是要干什么呢？就是库斯克我不能够落入你乌克兰手中所以他们这个7万大军还包含了1.2万的这个北韩军这个支援军，就是势必要拿出这个必胜的决心，把这个失土给拿回来。那甚至乌克兰的士兵都讲他们看到那个场面有一种灾难性的撤退仿佛这个恐怖片一般感觉死神近在咫尺甚至抬头都会看到俄罗斯的尖端无人机在这个头上盘旋，然后地底下有这管线冒出来的人所以整个是让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破防的感受觉得很可怕的一个地狱式的一个战场。那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发布了他们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我们直接来看看画面就是有一些缴获以及摧毁乌克兰军备的相关画面就是是要重创乌克兰在战场上面的一些士气跟民心那再来看到了乌克兰现在还这样子临危换将这个泽伦斯基还换了这个总参谋长，说要继续打这场仗。可是看起来库斯克已经是这个等于说已经快要没有这个筹码了。去年8月本来这样子去逆袭了库斯克，但是现在目前俄罗斯加大这个力度已经等于是把库斯克已经又再度拿回手上。那我们看这个，其实川普接下来跟普丁要通电话嘛，是不是有可能会再度对普丁让步呢？有一些媒体在推测，就说川普呢，就是美国宣布在3月底之前要来退出乌克兰侵略罪这个国际起诉中心那这个组织负责调查入侵乌克兰相关的这个责任人，还有调查对象包含了普京，所以川普退出是不是代表是对于莫斯科的让步呢？美俄今天也将要热线，那会在这个30天之内。现在目前是这样喊啦，30天之内这个可能会签停火的相关的协议。川普也在这个18号上午美国时间就很有信心讲说，莫斯科绝对不会临时拒绝的。那他还在他自己的 True Social 有贴一个贴文说每周有2500名士兵阵亡，双方都在流血，所以他觉得他这样做很对，他很期待跟普丁赶快对话，赶快让战争给结束那另外我们看看下方这一块，这个他周日被问到说停火谈判当中的让步，他说我们会讨论大概的内容方向，就是土地、发电厂，他说这是比较主要的问题那俄乌双方已经讨论过很多那现在也在研议某些资产的分割克宫的发言人这个他们现在就讲这个佩斯科夫他讲说拒绝评论美俄领袖将讨论的内容，所以不便透露到底会谈得怎么样，现在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到底能不能让这场战争结束呢？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川普对于
加沙这块地方，加沙比台北大1/3左右，他对这块地方有兴趣啊，他想把它收回来作为度假村，然后把住在里面的200-300万的230万左右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把他赶出去啊，有部分赶到约旦，部分人到埃及去，还有一部分人到非洲去。另外，以色列到目前为止不断的违反停火协议，对于这个地方进行轰炸，这个是法新社它的一个报道。那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这边的单独的报道，是法国他们的观察发现，法国多次的违反这个停战协议，那么去攻击这个地区，所以它引来了这个胡塞组织，因为胡塞本来就是说加沙的问题只要停火协议停了，他们就不会再攻击红海地区的这个以色列、英国跟美国的船舰。那既然美国跟以色列违反了规定，他们就恢复了这个攻击。一旦恢复以后，这个川普就立刻下令他们的中央战区的司令部对于胡塞组织进行更猛烈的攻击，那战火就升高了。他同时也威胁伊朗不可以支持这个胡塞组织，但基本上来讲，伊朗不会理会啊。还有中东地区的富豪也会继续把一些经济金融援助这个胡塞组织，胡塞组织一样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些武器装备，而胡塞已经对外宣布了，而且他事实上已经实施2波对于杜鲁门号航母的一个攻击，没有成功，但是他很明显的就是要针对于美国的船舰进行打击。如果有一天他打成功了，这个对美国来讲会是一个噩耗那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他一方面讲说他爱好自由、爱好和平，他不愿意看人死亡，但事实上碰到穆斯林，他的态度就变了碰到穆斯林死的再多，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第1任的时候，他就动用了我们叫做炸弹之母，11吨重的炸弹丢在阿富汗，一下子炸死了非常多的人。那也就是说，对于穆斯林，川普很敢用武器去杀掉他们，去摧毁他们的生命。但是对于其他的人，他的态度反而就不一样。装的他很爱好和平，你却看到他有明显的不知道是种族的歧视还是宗教的歧视，这个要川普自己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大小眼的一个情况。普丁跟川普越来越默契感情越来越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很明显的认同普丁对于俄乌战争冲突源头的看法，认同了，当然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嘛。好，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这个当然不是突如其来，以前就有过，可是这一波忽然间这个火力、战力又都升高了。这样，你看川普那个2手叉腰，戴着帽子戴个耳机，他就告诉全世界，我们美国的力量很大了，我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这个镜头以前奥巴马时代也有过，就展现他们所谓的美国霸权。但问题，我认为胡塞武装，我真从台湾真应该把他们当英雄，真的，全世界都认为他们不得了了。我们也没有重视过他们，可是这一次川普好像很厉害，在对着他。事实上，我的角度是刚好暴露美国的无能跟无奈。为什么？这个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跟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乌克兰是有关系的。那老师刚刚讲得好，本来他们川普跟特朗普已经讲得还不错，可是特朗普这个普丁也不能够随便就让步的，他有一些坚持，而且他趁这个机会库尔斯克什么一路打一路打。乌克兰被打得焦头烂额，不会轻易的就签这个所谓的协定。那对特朗普来讲，他就头痛得很了，他希望赶快在乌俄战争取得一个战果，他对国内能够交代。结果呢，普丁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就范，虽然他们双方比较接近，那怎么办呢？他就声东击西，他就打。你看他刚刚那个讲话，任何一个胡塞武装的动作，他都认为是跟你伊朗有关，可以这样子干吗？毫无证据，但是政治现实就是这样。那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告诉普丁，你不好好跟我配合，我就打你的盟友伊朗。那伊朗现在一下子找不到，我就打你盟友的小弟胡塞武装。我后面就可能往上把战火升高。事
事实上他是在逼迫俄乌这个战场，希望有些成果。本来他以为说上次把以色列跟那加沙的暂时稳定，中东就暂时不会再有一些太麻烦的事情，他可以全力去搞定跟普丁的关系。哪晓得事情没有办法那么顺畅，所以今天他头痛了，就是在调转川头，告诉普丁说，如果这样子，搞不好会灭了你的盟友伊朗。但有那么容易吗？最近中国、俄国、伊朗才举行联合演习还在北京一起开会，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也都是对川普来讲，都是某种程度的威胁，所以他也不能太示弱啊。虽然他号称他不想战争怎么样，他终究被迫就是把拳头拿出来，赤裸裸的。所以呢，嘴巴讲的好听，利害关头就见得真章，赤裸裸面目就出来了。你大打小，问题是这个胡塞武装那么容易欺负。刚刚那个赖老师说讲打反击2次，我看最新是他第3次又干过去了我就是不让步，你只要被我搞到1次，我以小博大，看谁比较弄。这对美国来讲是很头痛的。他们航母过去是横行无阻，现在呢东顾虑西顾虑，他用无人机跟配合导弹很多新的战法，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市局的变化是在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我们应该是支持胡塞武装的。好，来温远老师。我讲一下接着我讲为什么也门这边胆子这么大这边什么不要？因为它有3大特色，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个，也门人是吃那个卡特叶，就号称为也门槟榔全国人都在吃吃嘴巴变好大，这都不要命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他们本身来讲丢那个飞弹在红海，他们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那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到的时候，他穿了拖鞋就发导弹他那个正式的鞋子都没有这拖鞋部队打得美国麻烦死了。然后第3个原因的话，就是说他们都是穆斯林大家知道嘛，我们这边的不国际化到了，我们对于回教的不正视就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兄弟他们就兄弟会他们都是连在一起，心都连在一起那你美国现在在中东搞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们怎么能够吃下这个气？别的都没有办法。那这个这一代种，中东这一代种就伊朗扶持的，什么哈马斯啦或者说什么这个胡塞武装啦什么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们是很带种的赫兹巴拉、真主党什么，这都是伊朗支持的。但是伊朗支持的他没有证据。我跟你讲这个川普本身他讲的通通是假动作，他只敢对这种穿拖鞋的人开战，你要不然去试试。他对俄罗斯都不敢，对俄罗斯的话，他奉承的很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现在川普直接烫的豆腐烫的要死，180度的火锅拿块豆腐塞到嘴巴里，吐也不是，吞也不是。他现在对于这个俄乌这些冲突接受不了了，胡说八道乱讲先是说24小时，然后说100天，现在又说是复活节，估计才到了感恩节，根本都结束不了。现在的话呢，人家非常清楚，俄罗斯有3个人。除了普丁之外，还有拉夫罗夫，他的外交部长，还有他的这个佩斯科夫，他们都在耍川普都在讲说，我不告诉你，我认同要停战没有问题，但是什么呢？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条件，这个条件讲起来加码，因为现在在领土上加码，大家知道那个什么那个原来打的过程的话，那么苏甲已经打完了，就是库尔斯克打完的话就进了什么那叫苏美是吧？苏美洲，苏美洲的话进去，那么我跟你讲川普非常害怕这件事，但是普丁一定会做，就是说我只要战场上得到的，我谈判中绝对不会还的。好了，就光这一条。那个乌克兰的这个人在讲我们要加入北约，我们这个领土要主权完整，还有我们的安全保证，就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现在搞到这种情况下，川普只会讲说每天死多少人，但他从来不敢想，如果美国跟俄罗斯搞起来，美国跟中国搞起来，那他这个要美国死多少人都不晓得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马上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美欧的关税大战现在已经冲击到313兆双方的贸易那美国的欧洲商会他们讲说，可能会威胁到9.5兆跨太平洋的贸易，他们就警告讲说接下来这个关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数字连法国的议员他们现在那个怒火难以消散都讲说干脆把自由女生给拿回来好了，我们干嘛要给美国呢？因为当初就是因为跟美国好才送给你现在就拿回来算了。
他说，现在法国人也不用讲德文，就在那边算旧账啊，就准备要把自由女神嘣嘣嘣搬走了。我们来听一下。So is President Trump going to send the Statue of Liberty back to France? Absolutely not. And my advice to that unnamed low-level French politician would be to remind them that it's only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the French are not speaking German right now. So they should be very grateful to our great country. 有没有要说谢谢？要说谢谢。美国现在动不动就让人家要说谢谢，所以哎，好啦，这个僵局又闹僵了吧？那现在我们看看呢，这个习近平呢，据报拒绝出席中欧峰会哦。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讲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欧的关系，没有去不代表不重视哦。那也愿意同欧方一起努力来推动中欧关系啊，这行稳致远。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哦。所以这个等于说，中国大陆在冷看这个你美欧之间的关税大战，但是你欧洲，你这个罩子也要放亮啊，不要跟着一起在那边搅和。还想要转头过来，这对中国大陆加税就不应该了。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卡尼现在上任之后啊，去访问了马克宏说是要找伙伴，要找可靠的伙伴哦。他现在找到了这个马克宏这边去哦，而且这个加拿大的怒火画成了漫画，就说哦，我们现在是加拿大队长啊，加拿大队长这个漫画，然后说哦，还一把抓住了川普，说门都没有，要我变你51州哦。所以现在加拿大对美国也是蛮不爽的，继法国之后，现在加拿大也有一些民间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跟美国叫板哦。那再来，中美双方到底会不会见面？川普已经放过好多次话，说我一下要跟这个习通电话，一下又要去见习，可是中方始终是冷处理、冷回应哦。现在这个生日峰会有眉目吗？外界现在高度在关注这个中美双方到底会不会见面呢？不久的将来，他还说这个习近平有可能会来访问美国哦。那两人会在6月份来举行生日高峰会，说两个人呢，一个是6月14，一个是6月15，然后说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搞不好川普也是6月15，所以两个人应该是同一天生日，在那边拉近乎哦。那可是中方还是冷处理，所以现在目前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另外，这个美国现在可能他们一些肉商很凄惨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反制嘛。现在有1000家这个美国的肉商哦，现在要卖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许可证失效啦，因为这就是他们第一阶段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肉品的反制措施。那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哦。它本身的科技产业，一直有这个新的这个亮点出现。今年真的是目不暇接啊，一波接一波。那华为又推出手机，吓大家一跳。我想说，我 Mate 70都还没买到，怎么又 Pura 又来了？他说他既是手机哦，又不只是手机。我天哪，就是上一代都还没来得及买到，现在又有新的产品出来，而且还登上了这个百度热搜的第2名哦。我们来听听。于总，这就是那台想不到吗？它不能拍，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确实是手机，又不只是手机。3月20号给大家揭晓谜底。3月20号，好快的速度啊！揭晓谜底，这个余承东现在越来越会行销了，常常自己都上第一线哦。那这个据传呢，他可能会推出这个卷轴屏幕的手机，而且会在今年之内量产希望量产多一点大家才买得到。那现在华为自研的 PC 处理器也曝光了，这个首款的麒麟 X90哦，近日现身。那这个是。华为的海思麒麟 X90 CPU 晶片哦，已经有可靠的评测哦，就说它这个是可靠等级评测这个2级，这算是2级吧，2级的这个认证哦，然后可以用于 PC 端的处理器，而且鸿蒙朋友圈再添巨头啊，现在连 BMW 都想要来跟华为合作哦，就是接下来可以这样子在车上搭载着这个鸿蒙系统，鸿蒙生态系，而且华为还有一个这个机器人，就是 Mate Robot。他们已经注册这个商标了现在大家就瞩目啊，因为他也要杀进这个机器人领域嘛。只要华为想做的事情都会做得非常的厉害，所以恐怕又要掀起这个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机器人内部的一场竞争哦。那就其他国家就没什么可以玩的了。我们来问一下苑老师，我分几个问题来讲啊。首先呢，叫法国人讲德文是一个很侮辱的事情。叫德国人讲法文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电影里面
演到那个德国的军官啊，跟那个法国那个弹钢琴的，一旦发生恋爱的时候啊，一定是用法文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会通法文嘛，赖老师也通法文啊，讲法文人就有一种一讲起法文就有一种优越感啊，那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 Levitt 他讲这句话，对法国人来讲心里是很伤害的，但他直接讲这种东西，尤其这种金发蓝眼的女孩说这种话来啊，就是不是无脑就是很有脑啊，就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这么极端，这个中欧峰会呢，这次是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啊，那么这个中欧峰会里面，这个欧盟当中的外交部长原来是爱沙尼亚的总理啊，叫卡拉斯啊。他对中国讲话是充满了敌意啊，那在充满这种敌意的情况下说，基于形势，我敢大胆的预言啊，欧洲没有别的路啦，一定要跟中国手拉手重修旧好，因为在制裁这个2018年以前的时候，他们刚通过，啊，就是说到2022年吧，拜登上台之前的时候，最后是通过了中欧投资协定啊。经过了7年的协商啊，通过的事情都可以说不算了，所以欧洲现在没路走了啊！我自己在欧洲住了很长时间，我非常了解为什么没有路走呢？因为他们长期来讲，我有3个同事是欧洲人啊，他们长期依赖美国啊，他们的福利好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国防上花什么钱了。那现在不得了，所以这是个第二个问题。那第3个啊，那个吃牛肉的问题啊，美国真的受到打击非常大。我鼓励大家，我在电视机前鼓励大家到中国去吃牛肉啊。因为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上千万吨的，从阿根廷进口700万吨的，现在牛肉很便宜啊，大概15、16块。你到了成都那边的那个麻辣火锅店的话呢，叫一盘牛肉30块人民币，哇，吃不完的，一个大盘子贴满。像我这样子，对啊，你看有没有讲得好高兴？我告诉大家，再强调的是，我一个人一盘肉吃不完的，那个酱好吃，我这郑老师在看着我，大家到大陆去吃牛肉，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好牛肉都卖到中国去啊，偏偏不吃美国牛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要打这个贸易战，那当然就不能吃美国牛肉。美国的肉商啊，美国的黄小玉叫做黄豆、小麦、玉米啊，那可惨了。因为这个贸易战打的现在这种结果啊，这个川普本身呢就是乱七八糟不留章法，然后呢把所有原来对你好的人都得罪了啊！我要讲一句话，原来加拿大总理那个杜鲁道啊，哎呀就讲他有一次听了演讲，下台前讲了2次演讲，听起来很感人的啊，就说我们曾经啊一起打过诺曼底啊，一起干过这个啊，然后这个911的时候我们在你旁边，就连上个月的话，那个加州大火的时候，我们也派出飞机来帮你们灭火啊，就你现在居然这种方式对我们。但你怎么不讲说3年前的时候嘛，孟晚舟一到加拿大，你把他扣起来了？你怎么不讲这个呢？你现在无依无靠啊！这个好像说是这个简直就是好像你本身来讲就是原来依靠美国，现在突然发觉美国翻脸不认人。加拿大说句良心话，他拿美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长期来讲啊，加拿大人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靠美国的同时，我们又看不起美国人。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讲说句良心话，加拿大人本身来讲也有一部分，大家不要忘了，法文也是加拿大的国语啊。大家真的很多人都忘掉，因为加拿大靠美国靠得太紧，大家都忘了啊，有1/4的加拿大人是讲法文的。就不管怎么讲啊，现在这个局势啊，被这个川普啊以及他的幕僚搞得天下大乱，我们在旁边吃鸡看瓜啊，就觉得挺高兴的，就这种情况。吃鸡看瓜。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对，川普的第一波的贸易战已经开打了嘛？那钢铝的关税已经在3月实施了，这个对欧洲当然痛啊，因为欧洲的出口大国之一就是到美国去嘛。那美国这一打的时候，欧洲痛的话，欧洲当然反打，因为要不就是欧洲就吞下来。但是对欧洲来讲，他觉得我又没有犯错，你没有按照 WTO 的规定，你说涨就涨啊。他一反打的时候，川普就加码了，而且川普一加码，就对葡萄酒、对烈酒啊、白兰地等再加200%的税，哇！这个时候法国就求饶了。法国的总理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打得好，我们就对美国应该要强硬。可是当川普就说我对你的红酒、对你的这个白兰地再加200%的税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欧盟啊，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对美国有关于这个烈酒要课关税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法国人啊，我太了解法国人了啊。那马上就变了哦，好。那现在变了，你送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要回来？这很丢脸的。你送人家了嘛？你又不是借给他，又不是租给他，说我租几个，那个你是送人家了嘛？而且当初你为什么要结交美国，还不是要用美国去刺这个英国？那是因为你跟英国敌对嘛。你帮美国的目的是刺英国，又不是说你真的在帮这个国家。欧洲人都是利用这个打那个了，都一样。好。
那当然，我也不赞成这个发言人讲的话了。这个发言人每天要人家心存感谢，这个听起来就感谢，听起来就很烦啊，就是每天在那边讨恩赏啊，在那边讨恩情，这个很低级啊。所以他骂别人低级，我也说他很低级，因为每天要人家去讨恩惠，说谢谢我啊，谢谢我啊，那这个不好，这种品质都不好。但是大陆确实很清楚知道，今天欧洲想打中国牌，啊，想打中国牌来牵制美国。可是问题就是，一旦美国改变了以后，他就马上就对中国大陆又开始打落水狗了。这就是欧洲人很明白为什么。因为本来中欧的峰会1年在欧洲办，1年在北京办。在北京办的时候，通常习近平会来主持。在欧洲办的时候派的都是都是总理，以前是李克强，后来是李强。那欧洲想把规格拉高，大家都知道他在打这个牌嘛。中国大陆怎么要跟你陪你玩呢？你要打牌，你们自己去打，所以在旁边吃瓜嘛，就看你们自己2个要斗去斗。但是我倒觉得美国现在的农民确实有问题了，因为大陆一方面要遵守 WTO 的规定，可是当美国的牛肉要卖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不给你屠宰场的这个执照，这个屠宰场的执照5年嘛，5年到期了不再发给你的时候，你的肉品就卖不到中国来，这个才厉害，这个叫做非关税的贸易战。好，来问郑老师。美国的特朗普是个奇葩啊，他是做了很多跟过去不一样的，但他绝对不是疯了，因为形势所迫。怎么说呢？过去都是怎么样啊？多把这个睦邻，把旁边的关系弄好。你要讲远亲不如近邻嘛，他现在不是，他专门从近邻开始打，从内往外打啊。所以呢，他前自己国内斗。然后周遭从格陵兰到巴拿马到加拿大，然后就到欧盟，他过去的所有盟友，这个是过去所未有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是远远看嘛。闽南话讲“卡管刷跨不要修探”，就隔山观虎斗。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进去呢？所以是保持这样一个好好的观察，特别是掌握这个黄金期，赶快建设自己。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内部经济是出了这些问题，需要在这个地方赶快争取这个100年难得一遇的机率。至于外面这样乱，其实某种程度是越乱越好。好啊，刚刚赖老师讲得很好啊，欧洲这些国家就是个白眼狼嘛，曾经中国对他们非常好，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好处，一翻脸不认人。像华为啊，他们武器说要进就要进，就要干就要干，然后需要一点困难，就中国就又上去的时候，拿到好处。马上就翻脸，这么一个糟糕的东西，中国还继续吃亏吗？当然，这一次你要再用我，根本不还，就让他们好好被川普教训到，真正要独立了，真正要自主了，而不是随时还要回去跟美国抱大腿取暖。他只要还要依赖美国，随时就是会出卖中国。这个习近平他们没那么笨，宁可耗着，看谁能够真正看清楚这个世界未来的大局。另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真的是井喷式的，对他们自己的科技各种各样的创新，包括在军事上的新的武器的不断的就是创发，就是要赶快展现这个实力。当然，现在经济的部分啊，刚刚讲说还有一点困局要去突破。为什么？当他这个地方有底气的时候，他面对国际政治，面对这个国际军事的较量的时候，他就不必看人家脸色。你看看欧盟这些过去就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狐假虎威，现在上面乱起来了，老大忽然间翻脸了，那根本都特别是立陶宛那几个小国，以前最喜欢当马前卒去这个欺负中国，现在昏了，一下子搞不清楚了，是习近平把那个敌友全部搞混乱了，所以他吓得要死。要看中国大陆不必中国大陆是大国是强国，他不必仰头惊慌，赶快要不要就跟对，怕下错注。他就好好看看这些家伙到底要搞成怎么样。从某种角度，到底习跟这个特朗普什么时候会面？有2种说法一种就是说4月，我看联合报3月11号说4月要见面，第二天3月10号马上讲说不会6月生日宴。那这反映什么？4月要见面是美国人的要求。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公园市盛吞席稍后加入我们，来关注现在目前菲律宾的矛盾持续激化当中哦。现在就连小马可仕的长姐都跳出来，但是他挺的不是小马可仕哦，因为他的好朋友是沙拉杜特地，所以他现在目前跳出来就是也说要展开调查，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把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逮捕呢？他说他是小马可仕的长姐哦，其实也是这个沙拉杜特地的密友。那他的讲法是，身为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哦，我下令对前总统杜特地被捕一事哦展开紧急调查。这个事情已经导致国家严重分裂的，所以他看起来并不是站在小马可仕这一边哦。那小马可仕的儿子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达沃市市长这个小杜特地啊。非常生气，也是这个号召群众啊出来，然后也对小马可仕呛虾。我们来听一下。Especially to us who are calling out Rudy Duterte's name, you will never be loved, Mr. Marcos. Ang imong amahan gipalubong sa akong amahan, pero akong amahan gipapreso nimo. 好，所以他这样子就讲说，我父亲怎么对你父亲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父亲呢？那目前菲律宾他们警察局正在监视58场周末集会大家都在抗议杜特地在刑事法院这边受审的事情啊。那所以全国算起来大概就有将近5万人去参加了杜特地的这个集会就是他们是支持杜特地的。另外呢，小马可仕他是不是用 ICC 来就等于说借刀杀人？有一些分析是指出他这样恐怕会适得其反这个因为现在看起来对他整个声量来说是不太利的。那但是呢，杜特地的支持者现在也是有比较激烈的行为他们讲说，我们就是呢一起来寄大量的垃圾邮件寄到这个 ICC 去，我们来呼吁释放杜特地。但是这恐怕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做法。那目前菲律宾的总检察长他们并不想要参与这个目前杜特地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请愿活动他们理由就是说，一贯立场认为，就是他们觉得 ICC 对于菲律宾其实并没有管辖权它是一个补充性质所以不应该是这个 ICC 来主导了这一回。那现在连海外的菲律宾人通通都团结起来也包含了像是英国、芬兰遍地开花。然后亚洲的话，就是有韩国日本那还甚至北美洲、加拿大以及这个欧洲的地方都有许多菲律宾人走上街头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这一边杜特地的支持者已经也是这个上街抗议。我们来看看画面对，现在全球是遍地开花，包含了美国、加拿大。许多的杜特地支持者现在是大规模的去抗议希望引发这个全球就是世界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赶紧把这个杜特地从国际法庭当中释放那抗议者还甚至流泪说 ICC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你甚至没有信誉，还继续搞这种混乱场面希望让杜特地赶紧回家。所以看起来这个杜特地一家已经把这个政治的势头给造了起来那到底杜特地跟小马可仕是怎么样结了这个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点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空杜特地出来选总统嘛那小马可仕那个时候也出来他希望选副总统。那结果后来没想到他选副总统失利了，那一直到这个2022年才有机会再来这个翻盘。那故事是这样子，2016年的时候杜特地赢得了总统，但是小马可仕却没有赢得他副总统之位。在这个副总统呢，其实是这个菲律宾的众议员罗布雷多来获得了，就是大概他只一点点的小赢了0.5%赢过超越了小马可仕。那这个罗布雷多呢，其实是艾奎诺三世他们那一党，也就是之前艾奎诺不是被马可仕给这个枪杀了吗？那艾奎诺他们这个家族就是有获得杜特地的这个支持，所以算起来可能罗布雷多是比较
偏，当那个时空下比较偏这一个杜特地哦。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罗布雷多因为后来跟杜特地闹翻了，所以他自己也要出来选总统。然后小马可仕呢，因为他也要出来选，所以他就是结合了沙拉杜特地一起斗掉这个罗布雷多。所以这个菲律宾斗来斗去啊。那但是呢，他2个条件好像都没有让这个都没有兑现承诺。第一个是同意沙拉担任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第2个就是刑事法院这件事情哦，他是站在杜特地这一边。就后来2个事情全部都跳票啊！明明当初呢，他是获得了杜特地家族的支持，才能够选上这个总统的哦，但没想到现在开始哦，是不是打算要长期执政啦？是不是接下来想要再选下一任，然后修法之类的呢？现在大家开始有很多的揣测哦。那小马可仕其实他清算动作一步一步的，从一开始露出一点马脚，就说那我只能让你这个沙拉杜特地当教育部长，但是今年以来可能就是因为川普也未必那么挺小马可仕哦，他开始动作非常大，又要弹劾沙拉杜特地哦，又让这个杜特地被国际法庭给带走哦。那可是你看现在持续清算，甚至还去沙拉杜特地的办公室讲说有这个秘密的基金收据哦，办完了杜特地再办沙拉杜特地。接下来会不会再对这个达沃市长，就小杜特地来动手呢？清算他们一整家，这样他就可以稳住他自己的位置了。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国际刑事法院原本就不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它是根据罗马条约有一些国家所承认的。当然，它有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有开会有获得一些国家的支持，但事实上在190几个国家中，大部分的大国都没有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备受争议，因为这个组织长期以来它只敢对小国下手，对大国它一点的作为都没有。例如说2003年，小布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个本来就是违反战争罪，但是这个组织没有对小布希提出诉讼，检察官也没有提出诉讼。在英国、法国跟美国联合去打这个格达费的时候，就利比亚的格达费把人家杀的时候，那他也违反了战争罪，因为这个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2个战争都没有经过授权，然后这个他们发动战争，国际刑事法院也没有用战争罪来去对他们提出诉讼。现在内塔尼亚胡也被通缉，但是他们也没有去进行逮捕，什么都没有。而内塔尼亚胡还大拉拉的到美国去进行访问，所以这个法院本来就已经备受争议了那有很多的批评认为说他们是大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用来欺负小国的一个工具。现在连菲律宾都在利用这个组织来去作为内部清算斗争的一个工具，它本身已经受到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他在法院的时候，在杜特地被移送到这个海牙的法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问说，到底是你逮捕的还是国际刑事组织？可是国际刑事组织并没有正式的对于杜特地下达这个通缉令，然后按照规定来说的话，你国际刑事法院您刚刚讲的，它是补充性的原则，所以它不能够超越一个国家的主权，除非这个国家已经是无能的国家了，已经是崩解的，它的法律系统失效了，它的法院系统失效了。那这样的情形下，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用补充性的原则来行使它的职权。但是问题是，菲律宾没有崩解菲律宾的法院可以处理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了，也就是他的管辖权是有问题的。他对于菲律宾的一个前总统，他本身在菲律宾，他的施政作为有没有违反菲律宾的法律，这个部分里面是有问题的。那国际刑事法院怎么可以越过一个国家的主权去代行逮捕然后审判的这个功能呢？它就已经被质疑了。对，那今天小马可仕的姐姐就正式的要求他们的参议院要来启动这个调查。调查什么呢？调查整个逮捕过程是不是合法？调查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有什么权利来，就是菲律宾的政府怎么可以把一个菲律宾的公民移送到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审判？那另外一个更荒谬的事情是在于，
杜特地他卸任的时候，他的民调支持度高达8%，而他在任内的6年任期内，他的民调支持度从69%、67%一直到92%，那一直是维持非常高度的支持度。也就是说，他的施政是获得广大菲律宾人的支持，卸任之后也获得支持。而他最显著的政绩就是对于毒贩的一个清理。那当然有很多警察有超越了职权，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清理有效，获得广大菲律宾人的支持，没有违反菲律宾的法律的情形下，国际刑事法院只根据 NGO， 然后就把他提出诉讼，这个很有问题哦。所以我们觉得国际刑事法院也应该接受审判。好，来请教苑老师。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它基本上啊，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所有的做法当中的话呢，都是它非常有政治化。我称为这个法院，它不叫法院的，它取了个名字很好听啊。它其实做了个考量啊，大部分的话都是政治考量，那该办不办，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大家都要了解，你从政治的角度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啊，就法律都很难了，你不要说政治了。我觉得这一次明显的就是小马可斯这个总统很笨的，他掉进去一个陷阱。这个陷阱的话呢，其实啊，从一开始到最后我讲的，我现在强调，因为我也在留学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都是菲律宾人啊。菲律宾有4大特色啊，就我们一般人对菲律宾了解错误的。第一个的话呢，菲律宾的英文非常好啊，菲律宾的英文就是他们的教育啊。我想菲律宾人每个人都会唱英文歌，那比歌星唱的还好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菲律宾人啊非常 emotional， 他们的情感，尤其是对家庭，他们会延伸的。我今天早上看这个消息，我搞不清楚那个沙拉啦，又是什么杜特地的儿子啊，又是什么马克思儿子女儿什么的，他们就是2家人啊，之间弄来弄去的啊。那个什么杜特地的儿子就是原来他干了那个达沃斯在明达纳尔的，他们这个家庭关系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说是菲律宾人特别喜欢爱开 party 了啊。特别爱开 party， 我之所以熟的时候特别爱开 party， 政治也 party， 社会也 party， 经济也 party， 什么都是 party 胜过一切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 party 啊，就是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菲律宾本身来讲啊，它第4个特点就是说它的那个治理上来讲啊，它这个南北东西，因为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啊，那个他们在明达纳尔那边的话呢，埃布沙耶夫的话呢是那个他们有伊斯兰的民兵部队啊。杜特地这个人很有本领啊，他在菲律宾的南部能够维持这么大的壮大的情况，你在马尼拉坐稳不行，就还不算什么，你在南部就真的你要试试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杜特地的声望之高啊，因为刚刚赖老师讲到说你80、90，但基本上没有人不同意啊。我跟你讲哈，菲律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菲律宾因为很国际化的关系啊，比我们台湾国际化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写什么电子邮件什么去攻击啊。我们这边会英文的人不多，我们搞政治的人好像跟英文是绝缘体一样。但是菲律宾人他们这个本身的国际化的程度啊，你看世界各地啊，我就很怀疑台湾的菲律宾佣人不是特别多了啊，其实应该也不少。就是照这边照理来讲，你看世界各国的话，我遇到世界各国当中菲律宾人本身来讲，他们到各地都开 party， 他们在各地做帮佣的非常多，他们自己的帮佣的在海外汇回来钱超过他们 GDP， 你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在海外的力量，为什么我一开始开口就讲说小马可是极端有可能中计？因为实际上这个 ICC 它没有这个制裁的能力，也没有这个管辖能力，而却把这个名望这么高的一个杜特地总统送到监牢里头的话，那他里面只要接着演那种靠底下就可以了，就适得其反了吧？对啊，当然了，很明显的，对啊。好，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岳老师讲的对了，菲律宾事实上是非常国际化，比台湾还国际化。那么台湾事实上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看世界都向东看美国，从来不好好看西，然后都往北看日本、看韩国，真正重要从来不往南看。菲律宾就是我们的近邻，就在我们的南部。你今天讲，你说好，我看赖政府这2天搞什么玉山论坛，那名字弄得很好听啊，新南向加台湾、印太跟新世界。我看看的内容根本没有真正的我们的南向，那你菲律宾在哪里？你看出来讲话都是那些白种的，所以我们的新南向是以白种人，我们的白种人附随在后面的那个世界观来看，都把这些东南亚什么当我们的后花园，是根本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样子，夜郎自大到了极点。那菲律宾这个事情，我觉得杜特尔蒂为什么我们台湾特别重视？
特别是台湾这些反美的，应该特别重视。为什么？从美国的角度，它这个印太整个战略，印太战略里面的所谓的第一岛链，什么地方先开始破防？事实上是在杜特尔地的时候，他开始抗美，还没有到彻底反美，然后开始亲中。以前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啊，那是长期被控得死死的。他能够在那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说他对内他敢速读？更大的这个为什么是个硬汉？他对外敢抗美啊，这个全世界少有的，而且他敢亲中，所以在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个很头痛的事情啊。结果他为了整个内部权力的继续延续或者缓和内部矛盾，跟这个小马克思做了一个权力交换，把正的总统让给他女儿当副的，以为可以平衡，就对方太坏了。我认为这个小马克思从他父亲开始，应该就有很多东西掌握在美国人手上，所以他上来就翻脸就翻盘，本来还去拜访中国大陆，大家以为会好好的发展，马上就推翻了原来杜特地的这个路线。对，你看看他任内，这小马克思在南海搞了多少事情，天天当美国人的抓手，在那边兴风作浪，然后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那现在杜特地这个事情不只是杜特地，这严格讲都涉及到这个世界的大局，涉及到印太的这个整个战略。关键就是中美下阶段谁会胜出？美国能够继续维持它的霸权吗？菲律宾继续站队美国？像小马可斯这种的，你是个人利益还是站在国家利益？你有没有看清楚世界的大势？为什么杜尔蒂要转向？至少他两边平衡，他不要被受制于一边吧？你为什么要一边倒再往美国去？你是看中国跨水桥是不是？你真的觉得中国不会发展起来吗？全世界现在都在看美国现在焦头烂额，这小子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把杜特地抓到所谓的那个国际刑事法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地方。聪明吗？真的是正确吗？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弹，不只是他们所有内部的派系或者是权力之间的斗争，更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方向跟路线。杜特地至少把治安弄得很好，更重要是给国家更大的活路跟出路。所以你现在全世界就菲律宾如果有事之事，不会再活在那边傻瓜一样的。像我们台湾这边是吧，人家都开始在做一个不同的路线的斗争，这才是非常关键性的。中国大陆市场也表态啊，对于把杜特地这样抓，他们是不赞成的，所以这才是下面真正的真相。我们台湾对我们的近邻从来是不关心的啊，自以为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好跟菲律宾学习，好好的反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